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民进党副秘书长何伯文。大家好，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五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周一豪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秦慧珠。主持人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邱明宇。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阳明。大家晚安。好，那一路上一步一步帮大家把所有的，包括在大罢免，那各方包括所有的资讯，如果在今天到最新的一个状况，帮观众朋友做一个会诊。好，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因为到礼拜六，这个礼拜六呢，大家一直关注的是，如果要是蓝营要罢绿委的话，那包括吴思瑶跟吴佩仪这两区，那现在各自的进度到了什么样？但大概的难处，观众朋友大概都已经非常的清楚。那有没有可能真的还是能突破重围达标呢？但今天同样出现几个讯息，赖以任不是向北高行，然后申请希望能够加处分吗？北高行在今天正式的驳回，其实这大概也不太意外了，因为相关的一些法令在那了。但不管怎么说，那总是做了一些相关的一些的处分。好，但除了这个以外，对于要罢绿委的部分呢，在今天包括苏巧慧、包括吴启明、包括蔡其昌、何新纯这4席，那相关的罢团都说不送件了，好吧？所以呢，就不用再考虑这些了。那相对来讲的话，那一涨一消之间，对国民党来讲，是不是真的接下来就真的媒体上所说的台北市要保五，然后包括所有的对蓝委来讲的话，现在全力反罢呢？一善是现在看起来时间不等人，一步一步往下走，所以蓝绿之间看起来那个态势应该是越来越明显了。对啊，先讲这个所谓的罢绿委这个部分哈，国民党持续保持这个立蛋的工作哈，从端午立蛋啊，陈颖、武丽华啊立了2颗蛋之外。今天最新讯息是吴启明、苏巧慧罢团已经宣布份数不足，所以没有送件。时间虽然还没到了时间还没到，但是觉得就不要再宣布就是份数不足。何新纯、蔡其昌也停止收件，所以现在有6颗蛋。全村的希望当然是集中在台北市的双吴嘛，但是台北市的双吴赖以任他申请了这个行政处分之后，暂时处分嘛，因为他希望说我现在这个领衔人，因为现在领衔人已经不当了嘛。不当的时候，我的份数2400份，又有700份不合格，不合格被打掉之后，领衔人没办法换的情况下，我送不出去，所以他申请了行政处分，而这个行政处分今天也宣布出来哦。其他的，我们刚才五哥有讲到法律上面的相关规定，我们就不多述，但是有2点特别跟大家讲这实在很夸张。第一个它说明第3点里面说明上开规定罢免脸书的名册的适格机关也就是说你应该申请的机关叫做台北市选委会，并非相对人，相对人叫中选会。所以赖任你在申请这个假处分、暂时处分的时候，你申请的对象都错误嘛？你应该申请的对象叫台北市选委会，而不是中选会。而他第2点说你这个申请人也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选罢法没有规范什么叫做召集人召集人没有任何在选罢法的法律规范，所以赖任你是召集人，你甚至不是提案人因为我们都知道他进去所谓的士林北投不到4个月，他的提案人名单里面没有他，所以你连提案人都不是的情况下，你做了这个暂时处分的申请。根本不合格，因为你根本没有资格申请，这个就是今天所谓的地方法院所裁定出来的说暂时处分取消的原因。所以赖以任这个6月7号，我相信反正多少份数都是赖以任一句话，我相信一定会达标啦，因为已经没有人会去送了嘛，没有人会去送，所以即使达标你也送不出去，所以他一定会达标，因为就是他嘴巴里面的一句话而已。而中正万华李孝亮一定不会达标，为什么呢？一方面差的份数实在太多，1-2万份嘛。另外就是李孝亮真的想送吗？我打一个大问号所以李孝亮不想送，而且差距的份数那么多的情况下，6月7号的罢双吴，我来预测这2件应该都不会送。但是失败就失败嘛，你看其他的公民大团一失败之后，他鞠躬道歉，所有的罢团的公民团体的这些志工还不是领衔全体公民全部道歉，说我对不起这些领衔人，对不起这些联署人，因为我们努力不够，努力不够就努力不够了。但是赖以任
竟然去公布了所有的联署人的所谓你负责的额度有没有达到嘛？你去说啊，有一个热血草有2000多份啊，热血草意思就是民众党啊，小草签了2000多份，你们议员都只签1000多份啊。但是我要讲的张思刚哦，有4、5千份，他是直指钟小平说你只签了1000多份，人家热血草都签2000多份吗？我说你如果签不到，就是鞠躬道歉，对不起这些联署人啊，认真不够，努力不够嘛。但是他把责任啊推给了国民党党部，还推给了这些议员嘛，因为你们都不如这个所谓的热血草嘛。所以今天赖以任啊，都已经不是所谓的抓趴仔的问题而已，是不是？因为你要选举，所以你已经转向到热血小草，你已经转向到民众党这个部分来了嘛，所以你把责任推给国民党，而帮黄国昌在造势嘛。所以我也怎么黄国昌，你在上个礼拜。距离所谓的6月7号只剩下1个礼拜时间，你特别要去讲说，我也有在做联署，是不是要收割或者是推卸这个相关罢双吴的责任？不是在我民众党配合赖以任在演这出戏，都是你国民党的问题，都是你国民党议员的问题。我觉得赖以任你不要这样子，因为这个东西要真的国民党的议员签署的都比民众党来得多，而你今天会这个有所谓的召集人这个位置，包含这相关的罢团的资源哪里来的？一定是国民党提供给你的嘛。但是到现在，你却把所有的责任要推给国民党做抓爬仔，甚至转头你要做背骨仔，投奔到民众党。我觉得赖以任你根本不适合作为一个罢团的召集人。现在看起来，秦姐。对国民党来讲，好了，虽然看起来那此途多艰，可是仗总是要打，分2部分。媒体上面来讲的话，都是联合报的相关的报道。那如果要是罢绿委的话，如果真的到最后1席都没破的话，那当然包括台北就是要面临保五战嘛。那我相信所有的国民党那时候就要进行反罢的作战。那对绿营来讲的话，也是联合报报道说，绿营乐观说，如果连双吴如果都进不了投票的话，那当然那可能就真的其他地方也不要想了。那大家就正式开战，他们攻你们守。可是毕竟还没到最后的，包括6月7号，因为国民党一直觉得双湖这个地方，但不管怎么说，到6月7号是礼拜6，不管你说中正万华的份数差了多少，然后吴思瑶内区是因为领先人这些问题，但是在现在去公布这些，而且最近像赖以任他们讲了很多，平心而论，对国民党、对议员、对很多人来讲，有些人一定会觉得对我公平吗？我也卯足了劲，张世刚一定觉得心里最怄了吧？我都已经为了帮忙，我自己都被传到地检署去，然后你们去公布这些，这某种程度要在这时候，我看到媒体上你也有讲话，你说这时候大家就多做少说吧，应该就是这样吧？当然是啊，我们这个罢五4骑士一开始出尽风头啊，4个年轻人，我们也很佩服他们，然后也很支持他们。但是罢五4骑士现在经过检察官传讯之后，另外3个已经不见了神隐了，只剩下1个。骑士就是赖以任。那赖以任呢？在这个黄李锦如、还有这个初文清以及那个姚富文，他们3位被收押以后，好像他就变成一个就是台北市党部的发言人、罢吴的发言人，然后整个这个国民党罢绿委的一个大当家的一样哈。那因为他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召集人的角色，我们也很支持他，而且鼓励他。但我觉得毕竟是年轻，年轻人在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是不得体的。我举个例子，我们国民党过去公投联署过很多次，罢免联署，以前罢免那个Freddy， 对呀，都有很多次。从来没有一个人说公布说秦慧珠几份，张三几份，王武几份，某个党部几份，某个主委几份，因为这个是群策群力嘛，而且这个都是机密呀，这些资料也都是这个要接受通讯保护法这个个资法等等的这些保护的所以我觉得说赖以任他现在第一个。他说：“我们罢团就只负责1万份。”我对这一句话就不能接受。你看看罢蓝委的罢团有哪一个团体说我只负责1万份？我们有31个蓝委被2阶送件，这31个罢团没有一个罢团说我只负责1万份。
1万份是过不了关的嘛。你既然要做霸团，你就从头负责到尾嘛。你看现在他们2阶过了，几乎送件可以过关了，他们3阶又开始宣传，所以人家的霸团是怎么样做的？人家这些年轻人是怎么做的？我们国民党的4期是学着点嘛哈，你不要公布这些名单，谁给你的权利？你可以公布这些名单。侯汉廷，你说他只有100多份，侯汉廷既不是国民党的，他也不是你霸团的，他尽这个义务哈，或者是来帮忙，那你这样子把他贬低哈，说他只有100多份，对他情何以堪？那后面呢，你大概又觉得说，好像100多份讲起来对他是个伤害，又说他负责论述，那有谁说负责论述就只能交100多份，不负责论述就要交1万份的呢？所以我觉得说，我很佩服这些霸无4骑士的年轻人，也觉得赖以任很好，但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后面他做的这些事、说的这些话，其实都是没有必要的嘛哈。尤其这个部分我们也不太理解哈，就是你第1阶段的召集人哈，请辞不愿意当召集人，我也很谢谢那个第2召集人那个年轻人，他说他愿意去承担。那姓詹的那个大家去征询那个第1阶段联署人哈，你们愿不愿意让这个第2个联署人哈，第2个这个被捕领衔人负责人哈来当这个领衔人？那怎么会冒出700份不是第1阶段联署的？你去哪里征询到这700人呢？好，这个作业不够严谨嘛？就是说，这个作业你第1阶段的人你要去问他，然后超过1半的人同意换这个领衔人，你怎么会找出700个人？他第1阶段没联署，你第2阶段说是他，然后你做测的时候、造册的时候也不去检查，你还把他送件，就被剔除。如果第1阶段换领衔人做的精确一点，今天不会这么尴尬嘛？你就换了领衔人嘛。我们第2阶段已经有2、3万份联署，第1阶段也换了领衔人，罢这个吴的中正万华也好，士林北投也好，这个罢双吴的事情就不会弄到现在这么尴尬嘛。中正万华也好，士林北投也好，这个罢双吴的事情就不会弄到现在这么尴尬嘛。那中正万华也是一样，中正万华这个李孝良，当然我也很同情他，因为坦白说这个孩子哦，就是自己都不能说服他的妈妈，但是他还出来承担，承受的压力也很大，我们也很支持他。但是呢，中正万华这边这个地方上会有一些问题嘛，他那个地方的问题就是那。地方上的议员从古到今就没有合作过了哈，是大家都知道了。从古到今就是貌不合，神也不合哈，就是貌不合神不合，就是貌离神也离了，对，貌离神离了哈。那从以前就是，大家就是想说，把张三罢掉了，谁要来选立委啊？就想得很远嘛，所以那个部分。有他的问题，中正万华有中正万华问题，士林北投有士林北投的问题，到处都是问题，大家就闭嘴，闷着头去干活，不要一天到晚上谈话性节目讲这个讲那个这都是于事无补的。田姐，我可不可以这样问？我觉得您是出发点是良善，鼓励年轻人。但是有些人解读，包括这些赖以任这些最近的一些的言行。某种程度对党中央、对国民党那些议员是造成伤害的，当然是伤害对嘛？就是甚或有人像刚才义善，我也听过有一些国民党朋友也是觉得说，这些人你到底是要帮国民党，你现在还是你现在心已经是向着别人了？你现在只是在为未来铺路吗？你只在为自己帮自己铺政治路，绝对没有错。但是不要踩着别人的尸体往前走。对，有很多人是在这个角度。您刚才我相信是良善，你是鼓励年轻人，可是相对来讲，会不会刚才的那种氛围更浓了一点？真的就是伤害了国民党，甚或会为了未来自己的一些路，有没有这种可能性？现在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以前还不会。坦白讲，罢无4骑士一开始我们都很支持他们我们
民意代表也不要冲在前面抢年轻人的风头，而且也不要说是这个国民党在霸双五哈。所以一开始由公民团体年轻人出来，我觉得他策略是对的。OK， 好，但是后来走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就说霸五四骑士，剩下3个不见了，只剩下1个骑士。那个骑士每天在那边骑啊骑啊，东讲讲西讲讲哈，讲出来的东西没有办法帮到国民党，反而呢伤害到国民党。那你所谓何来呢？那你如果说我是要自己要讲一些话推卸我的责任，说我只有1万份，我1万份扣达到了，剩下2万多份是你们其他人啊，黄礼锦如1万份，剩下的1万多份是你们几个议员的，我觉得都没有必要，而且没有意义。一开始你这霸五四其实你的扣了就是1万份吗？哦，所以我觉得说你要去好像是推卸责任，或者是博声量，哦，甚至就是说，好，我踩着这个国民党或踩着这些其他的议员往上爬，将来要去选议员，我觉得我们的选民，蓝军的选民会容忍这样的事情吗？我们的这个党的义务干部也好，我们这个党会容忍这样的事情吗？啊，我是觉得说，年轻人我们都很感谢你们，也很支持你们，但是真的有的时候做事情要三思啊。小雨是，如果真的讲起来的话，最近这样的一些的发言，脾气很冷，包括像公布那些，这个大家以前没有人看过有人公布这个，对哦对，没有，对，没有看过，就为什么会想到要公布这些？赖以任那时候还记得他要送北高行这件事情以前，我记得他在媒体上先讲，他要做一件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尤其在罢免上，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就他就去送了北高行，那要求要暂时处分啦，类似真的没有人做过。好，因为罢免这本来就是大家摸着石子过河嘛。但是越走，包括那个热血草的那个2000多份一出来，结果是谁？年晃还去帮他算，对，要怎么样算出？这个人要连成这个样，好，那不管啦，那反正就讲说有这么多，可是中间发生的所有事情，你现在真的回头去看的话，其实说实话啦，也不要再骂像譬如张克进啦或者什么，因为那天当大家看到说他是看到自己王五的那个签名在那，谁忍心再去讲这一段？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国民党是不是像今天再发生的是那几个团体说不送了？像什么蔡其昌那也不送了，不送了以外，然后包括嘉义县党部再被收，也就是说国民党要不要尽快把这个战场给脱离掉？你在这个泥淖里面一路再弄下去，你的重点应该是反霸那一块吧？其实按照战略来讲啊，干脆就直接领好了，你就直接背靠着墙，就背靠墙，你就没有背水一战了。对，你就直接靠墙，你就直接往前刺敌人，你后面也就不用再开战场了嘛，这不是也蛮好的吗？可是我认为啦，我就说国民党啊，我觉得国民党是忍耐这2个人啊，就是忍耐这双五，大概忍耐到6月7号了，因为到6月7号以后就知道到底结果啦，对啊，对，所以我觉得赖以任，你不要觉得说你现在，我觉得国民党是在忍。我觉得在忍啊，我觉得在忍现在就在忍这2个年轻人。我觉得 deadline 就是忍到6月7号，6月7号之后呢？我觉得李孝亮还好啦。哦，对，现在意思就是说，那赖以任，大家可能6月7号又要开撕吗？因为你知道，出去丢掉，没有来帮傅昆萁辅选。这个呢，好就要问这个两性专家，你知道吗？就是有些渣男啊，他是嘴巴不会跟你讲分手，但是他会做到让你就是要跟他分手。你现在在影射昨天的新闻吗？什么新闻？我用我自身的例子。你以前年轻的，不，好，那么身边的朋友啦，对，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个赖以任他就是讲说，我已经缴3年党费了嘛，对吧？国民党不会开除我，可是没有，他说除非国民党开除我，除非国民党开除我，对，那意思就是说他自己不会主动跳槽的。对，可是我觉得他再这样做下去啊，我觉得国民党，你觉得他在逼国民党开除他？我认为是，我认为是因为我跟你讲，国民党的朋友现在当然我觉得大家都是忍耐到他6月7号了，因为这几天我就是跟一些国民党的朋友吃饭的话，他们对于赖以任就是从头到尾做下来，大概也是都没有一句好话，就从他在之前在国民党的这个当党工的这个所作所为，然后另外到傅昆萁办公室，然后现在又当这个召集人，哇！你听到他的就是所有人都可以赶快来跟你讲说他到底有多夸张，然后你就觉得说天哪，那这个人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更不用讲啦，他去。就他不是一直没跟我对说什么背骨仔跟那个廖北亚的事情吗？我真心觉得国民党唯一做对一件事啊，就是好在没有用他做这个发言人啊，因为他当时想到国民党的文传会，他其实想争取文传会主委跟发言人的角色，争取什么？文传会主委，然后他想要争取发言人的角色，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唯一做对一件事是没有给他不是，你知道
国民党文传会主委，以前是跟部长同级的。对，秦姐讲的对，我们那个年代大家都经历过嘛，跑立法院的都知道。可是现在还好啦，现在还好，民前也做过。那什么呀？你这句话什么意思？你这句话什么意思？你这句话什么意思？没事，大家讲过林涛现在在做，好歹是个议员吧？对，就你不管怎么样，秦姐康是以前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那个时候是相当于部长级。好，你说现在国民党当然不执政，也经过了这么多年，好或什么，但是再怎么样，赖以人要当国民党文传会主委，你要不要问问看秦姐他们怎么想啊？好，那他也想争取发言人嘛，反正后来都没有给他嘛。他争取当然，对他争取嘛，因为以他的，比如说有什么法学博士，他没有人会觉得自己不行啦。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他，我觉得国民党唯一做对一件事，就是没有把这两个角色给他啦。那当然后来他都是有些不愉快的这个离开嘛。我今天还听到国民党的朋友100%跟我讲说，张克进的那个信啊。张克进的那个手写，后来不是本来1张，后来才出现原稿的4张嘛，对不对？那他跟我讲的人是有100%确切的消息，他说那个信是谁拿出来的，就是赖以任，他就是赖以任。为什么他是这么确信？赖以任要拿出就拿出来，因为里面是攻击朱立伦啊，就跟他之前论调是一样的啊。他不是一路都在讲说党中央没有帮忙嘛，然后就是没有资源啊，志工也来了8个啊，然后更不用讲说他全部都推给别人了，所以。你看，如果连张克进的信都是他交出来的，那他不是就一路往他自己口中的背骨仔的方向就开始走吗？那你觉得国民党现在到底要？那我就有问国民党朋友嘛，那我说那你们要怎么样处理这个人呢？他就笑一笑啊，反正现在到6月7号之前，大家也不能拿他怎么样啊。6月7号之后就是这样啊。那所以我就要讲啊，我是说。这个人当然，大家我们不用就讲这个人的行径啦，因为这是国民党你自己要去承担的嘛。你没有去找到一个大咖的，你找一个这样子的人去做你的召集人，而且今天也被驳回了嘛。那我最后要讲的是说，我觉得国民党要该道歉的是啊，我觉得他要为426这件事情道歉。为什么？因为张克进跟赖以任，他们414就被约谈了嘛，代表说414他们就知道了，就是全部有死亡联署、造假联署的事情啊。那他们一定会把这件事情会去上报吧？我不相信他们。让党中央知道。对啊，就会党中央你还有脸去办426的活动，然后去讲司法迫害、政治迫害，然后这么多人，那天我还记得下雨，那么多的热血支持者跟你去上凯道，然后去跟你站独裁，然后跟你什么反绿共，那后来发现原来是一个骗局我觉得国民党都不用为这件事情道歉吗？我觉得426现在回想起来根本就是一个大骗局啊。不过如果照刚刚小玉讲，就到底包括张克进的那个原稿那4张是不是赖以任拿出来？我想那看完以后，赖以任应该大概明天又会回应你，好吧？他会直接回应你是不是他拿出来的，这些，因为你们两个现在都是隔空去，包括你骂了他什么什么，他就直接讲，你搞不清楚，反正你们俩大家就隔空去。又不是我骂他。OK。可是现在看起来，如果照小玉刚讲，国民党需不需要道歉？请你要不要简单回一下，国民党需要为426道歉吗？我觉得国民党不需要为426道歉，因为426呢是国民党对民进党半蓝不半绿，司法不公不义。我们上街去做诉求，这是我们的一个大方向。那至于其他的主题，我觉得当然这些事情现在还没有办出来，检察官并没有，我们说这个死亡联署啊等等，是很多媒体讲的，检察官并没有定案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最后的情况看是怎么样，国民党再来做一个回应嘛。426有什么好道歉？426就是认为说你半蓝不半绿，不公正。不公不义，我们要上街头表态抗议，这有什么不可以呢？请问一下伴侣要办谁？陈欧珀。伴侣就是陈欧珀，陈欧珀是今天的事，联署这个罢绿的一些这些瑕疵的这些份数，那同样要办啊。不，当时426有谁吗？不是，就有哪一个县市吗？当时有很多的这个都在联署当中嘛。对不对？就还在进行式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当时414就已经知道了，那你还去办426，你不是欺骗人家吗？可是如果现在来博，那副秘书长，如果假设我们这样讲好了，如果民进党碰到像赖以任这样的一些状况，刚才讲的公布这些啊，或什么，或刚才来宾都有提到说，对国民党这人来感觉上是不是有受伤？如果是民进党碰到类似这样的情形，你觉得你们会怎么样看待这些事情？或是换一个角度，如果要是真的讲说，不管赖以任啦，你说那个销量啊，所有这些事情，有人就讲说，党中央好歹就讲话吧，或者跟他们说，不是，叫来一下，那这件事不要这样干，会对党有一点伤害，好不好？这些难道不能做吗？
其实会发生这样的状况，我是很意外的。如果说今天是发生在民进党身上，是不可能有这个状况的，因为其实我们很清楚嘛。这次这个罢绿委的部分就是国民党主导嘛，那既然主导，既然就是你党部就赤裸裸这样下来，明着这样干，那你应该就直接找当地，例如说议员啊，或者是你们重量级的政治人物就出来扛，因为就没有人愿意扛嘛，没有人愿意扛，那你党主席当然就是至少你地方郭昭言、钟小平这些。或者吴志刚这些地方的议员，难道可以闪边吗？那到最后叫年轻人出来，那年轻人弄得不好，那现在又变成要骂这些年轻人，所以我觉得那逻辑是很奇怪。但是我说真的，我对国民党这次的罢绿委的行动会弄成这样哩哩啦啦，我是很意外。因为我真的不敢去小看国民党。过去曾经有一句话常常讲，就是说啊，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好。台湾坦白讲啊，国民党是100年的政党，就算他倒。我告诉大家，百足之虫，倒而不僵。所以你想想看哦，中央可以是民进党执政，但是地方县市经常都还是这个县市长都还是国民党居大多数，表示什么？表示国民党的基层实力是强的啊。所以我们不敢去轻忽国民党的力量。但是很奇怪，既然基层实力这么强，为什么这次罢免的这个行动完全看不出来那个基层的力量？既然基层实力这么强，为什么这次罢免的这个行动完全看不出来那个基层的力量？我举例来讲，如果不是说国民党力量没有发挥，那我大概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什么？国民党他们不认真，第二个就是他们根本不想沾这件事情。好，那我先讲这不认真。我举例来说，如果你说针对中正万华区的哈，或者是说什么士林北投区，我认为任何一个区一个立委至少都30万的人口公民数。你说在这个选区里面，我一个泱泱的100年大党，我到最后这个要快马加鞭，我到最后一定要让这个联署案通过，就10%而已。10%当然也是一个高门槛，但是以一个政党，你真的要弄10%，我就每天设10个点，一个点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12个小时，你给我收50份就好。这样一天就500份呢，一天500份，一个月就15000份呢。15000份的联署，你不能说不多当然了，我给你打个折好了，给你打个7折哈，至少都还1万出头哈。那我的意思说，难道你做不到吗？就扎扎实实联署，你做不到吗？我认为，以国民党在地方这些议员跟民意代表实力，绝对做得到。当然，他们每次选举什么议员、什么小组长啊、民众服务社一堆，奇怪，选举的时候这些人都跑出来。这次罢免，你看到国民党几乎基层，大家都好像感觉那个沾到什么东西，所以我认为他们不想沾。其实我讲一句不客气的话，政治人物最主要是要对选民负责。政党也是对选民负责。我跟大家讲，民进党的做法是这样：公民团体在前面，我们当公民团体的志工，这些地方议员，这个坊间这谣传说什么我们都下达多大的指令，我跟大家讲。我们从1阶、2阶到现在，我们没有下过半个公文，没有下过半个字，就是公文白纸黑字，什么要求怎么样都没有，有的是怎么样？好，沟通一下，为什么沟通？我跟大家讲我说我们要对选民负责是这样，你知道民进党的支持者或者是这些很多都直接打电话到党中央来，例如说，你们哪一区哪个议员都没有在动，我告诉大家，我们很重视民众的意见，哪一区我们都问得很仔细，哪一区哪个议员没有在动。到底具体的事例是什么样？例如说，我进他的服务处，他都没有理我。这个我要问得很具体你不能够很空泛的讲说，他都没有在动。那搞不好是人家随便乱讲。我们都会问得很具体。好那是怎么样？哪个地方做的不好，或者是说没有招呼你，或者是说你进去联署他不愿意理你。好，问得清楚之后，我们会打电话给这个，我说有这样的反应。我跟大家讲，一般接到党中央有这样的电话，然后我们直接打电话给这个民意代表。他吓死了，为什么？这些就是他的民意啊，他要对民意负责，所以我觉得每一通电话我们都重视，每一份民意我们都重视。用这样子，我觉得你看像这个罢免团体到最后阶段，很多民意代表他会觉得说哇，很感谢这些民意代表帮忙。有一些他会说你们这些民意代表不认真，好，那这些民意代表不认真，他为自己负责啊。也许明年换选举的时候，也许这些罢团就不支持你，或者甚至罢团在你那一区，他就说我要替人追人出来选。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你说用党中央什么去下重手，那都没有用。为什么？因为这种东西很难量化。我可以说我的部分通通都是交给那个
总部啊。我的部分早就都交给党部总部了啊，我都跟他们讲说，你们到总部去联署，所以不是我没有，而是我本来就给他们，所以这东西很难量化。但是我觉得政治人物或政党要对自己负责，对选民负责。那这个部分的考验是躲不掉的，因为下一次的选举就是赤裸裸的考验。所以我认为国民党这次为什么会这个，台北市会搞成这样，我真的也很意外。为什么到最后好像感觉真的会挂零？我们真的很意外。可是我觉得最严重的、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正当性不足。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杨美，所以如果真的讲起来的话，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到最后就挂零了？因为包括绿营讲，如果连台北都连不出来，那其他地区虽然最后一席的时间是宜兰的陈俊宇到6月24，那大概也不需要。像我刚刚讲蔡其昌、何新纯那些也没到时间啊，但就说那就算了，真的会变成这样吗？那国民党也拿这几个年轻人，刚才好了，小玉说是在忍，是在什么？真的拿这些都没有辙了吗？你说秦姐刚刚讲说，那有没有半蓝不半绿或什么？国民党到现在当然还是在讲要呼吁这一块，可是这一块你真的讲起来，我们那时候在节目里面不是讲过，只要每个地方侦办一路往下，3天办一个，3天办一个，你就疯了。今天是嘉义县党部嘛，嘉义县党部，然后那个包括什么书记长要被带走。台中市党部，你说像要罢蔡其昌跟何俊仁怎么罢？台中市党部30几个党工或什么有交保的，有2个收押的，然后可是就要罢绿委的自己，譬如说高雄双罢节那个领衔人被收押，是他的父亲是吧？这几天不是还跳出来，他直接讲说什么是不是有联署不实，他也要告。然后李孝亮的妈妈也一天到晚帮儿子喊冤，然后就所有这些弄到最后，所以那时候大家一直在讲国民党要不要很认真清战场的原因是在这啊。对，可是小虎哥，请问战场要怎么清理？因为现阶段它里面有好几个应该说叫做负面的能量一个叫做联署不够的，一个叫做违法联署的，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战略失败。什么叫战略失败？一开始都讲说至少4席很有可能联署成功，甚至会罢免成功嘛。2个原民双无，它是北市双无，再加2个原住民嘛。对，好，现在2个原住民已经阵亡了。对，我是说他这个罢免阵亡了。那再来这个双无看起来也几率不大了。好，那请问谁要为这个战略错误负责？那再来才去谈这个细节里面的究责嘛。可是现在从刚刚小玉姐讲的是，现在是细节里面的究责变成是主轴了。所以。当今天蓝军自己内部，拜托你不要讲什么赖宜任是霸团，不是啦，人家就是你国民党的啦，就是你国民党青年军嘛。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你还没切割，这个是笑死人了。那我只能说，今天对于国民党自己搞罢免，搞到最后整个党就是分崩离析，搞成这样子其实真的，我觉得劝朱立伦主席一句话出来比如说如果今天6月7号嘛，到下礼拜3，他就。中传会宣布道歉，为什么要道歉？因为我的以霸制霸没有成功，好，然后呢说我们现在开始就是全力去反罢免，他得要有一个这样的态度嘛，然后我们不要再去追究谁没有做好，谁做不好，现在大家是要团结的嘛。我说国民党你现在还在那边说，哎呀，你看是你的责任，是谁的责任？赖宜任把那个什么分数谁几分谁几分，那时候蓝军的朋友全部去出征侯汉廷啊。他说：“你凭什么只交100多份？”那侯汉廷也很委屈啊。对啊，我又是你国民党的。不是，他说我去联署站，我帮忙联署了，我都交给国民党，因为你们有业绩啊。对。结果最后分数变成我要被究责。所以我说去炒这个，你本身国民党就已经找错方向了。那你只是加速毁灭，加速，而且会加速31席被罢免的立委被罢免成功的几率。所以这个会联动影响到你觉得国民党反罢这一块的失败。最近很多。尤其是蓝军的朋友的家人，我蓝军的朋友的家人，他们说看到国民党最近这样，连投不同意票的动力都没了。他们比如说在基隆的，比如说在桃园的，这些就是他没有要罢免绿营的，可是看到最近国民党这个表现，他会觉得我没有欠国民党什么，我为什么要去帮你投这张不同意票？你没有办法把那个人民的感动吹出来。所以当刚刚小玉姐讲说你要为426什么道歉，不是，我觉得国民党不需要为426道歉，但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要让你的支持者愿意站出来挺你一次。可是那个动力在哪里？从现在你们自己内部杀来杀去，人家出来帮你搞罢免，结果你现在说人家是罪魁祸首，说人家是什么背骨仔，什么廖杯啊？今天我真心觉得国民党如果这样搞下去
打败国民党的不是那些霸团，不是民进党，是国民党自己。而这一路都是国民党的宿命，国民党一向都是被自己人打倒的。从国共战争开始嘛，从那时候开始，从还没有来台湾之前，大概都是这样的套路。所以我说国民党还没有汲取这些教训嘛。你知道昨天那个礼拜三昨天我就跟赖以任，因为赖以任来上我的直播节目，他跟我聊陆浩东啊。哇，聊到陆浩东了。他说对，他说当年国民党的革命党员们那时候就是在搞革命嘛。他说为了那时候叫做革命的那个会员名册被清廷抄嘛。对，他说现在为了罢免的联署名册被抄嘛他说他很感慨我说这个也没什么好感慨的，其实现阶段对国民党会对赖以任对这些人来讲。只要今天罢免失败，你们什么都没有了。我说的失败是罢绿的部分，而罢蓝的只要成功1席、2席、3席越来越多，你国民党也是什么都没有。那对国民党来讲，现在还在那边搞内斗，我是看不懂他们在干嘛。但是我觉得把整个主轴拉回来的话，你说像比如台中、嘉义这些。他们就是有司法压力，本来就不容易施展拳脚了。你要去攻击别人，本来就不容易。而这一场你的防守战会因为你的攻击失利而导致士气大降。我说这个才是现在国民党面临的重大危机。好，那小武哥这边让我跟这个基隆罢良的团体道歉一下，因为上礼拜我讲错了嘛，我说他们没有，对，那我跟你们郑重道歉，我有在我的广播节目道歉。OK， 这个我觉得还是这样，对，要负责任，对，因为就是讲说那个当时的联署书销毁的部分，对我这个部分，对，后来他们有出来讲有，那杨明今天很负责的跟大家道歉，是这样，那媒体人就是这个样子，那所有的东西要去求证，但如果真的有什么样的误的话，那当然应该要道歉就道歉，怎么样？你要道歉？没有，你一直看着我，我在想你要道歉，没有啊，你没有。我提醒国民党哈，你们送件都没有送件好吗？都失败了现在是零还是零啊？维持鸭蛋，所有的联署书，请负责任的去销毁掉，因为每一个人的个资，现在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个资保护非常的重视，请不要再有所谓的之后会有流出，或者是选举的时候拿出来用的情况。都 OK， 因为刚才提到陆浩东，现在大概我不知道连国民党的一些年轻人大概知不知道这些，就是国民党那个党旗的设计者，然后陆浩东，那后来呢，在那一段期间要革命的过程，那革命是要杀头的，然后结果因为机关被破获，那陆浩东本来可以脱身，但是他想到名册。那名册还在那里头，所以他再回头去把名册要一张一张的烧掉、销毁掉，那已经来不及了，就被抓，然后就为国民党就殉难，大概是这一段历史。我不知道这段还有几个人知道，小玉知道吗？忘记了。忘记了。OK， 然后我道歉，对不起，我忘记了。我不知道这段还有几个人知道，小玉知道吗？忘记了。忘记了。OK。然后我道歉，对不起，我忘记了。难怪赖以任还会提现在国民党要联俄容共。对 ，OK。可是如果真的这样讲，来我好，但是这一波一波下去，好，等一下要请教秦姐啊，就国民党刚才其实杨明讲那个是严重的，会不会不但以罢制罢失败，反而延烧到自己反罢国民党的热情？支持者热情就因此反而还消退，这是严重的。但国民党热情支持消退，另外一个没有热情没有消退啊，白银跟黄章，白银跟黄章，刚才一山也讲到罢姚后面这段期间，黄章卯足了劲儿，然后去包括圣货讲说要摆摊什么，包括赖以任讲那个热血草一出来，很多的这些某种程度来讲的话。蓝营现在在罢免这波一定需要白银的帮忙，可是光你从这一段来讲的话，对于白银对黄章来讲的话，等于累积了2026跟2028的一些本啊。好，这个我觉得还是要从刚刚我们前面的国民党内那边的讨论一路过来赖以任，然后才能跳到民众党。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刚刚讨论中，我们其实已经隐隐然有一种感觉，6月7号截止日，对国民党来说算是某种解脱。好，就是确定挂掉罢双吴确定挂掉的一日。那当然，为什么会说是确定挂掉是一种解脱？因为最近我都在问相关的国民党，包括台北，包括党中央的一些人，他们讲的是有些人讲很明，有些人讲很隐晦，但你可以隐隐感觉了，国民党呢有一股想法或意愿，就是赶快脱离赖以任这个战场，他们才能重生的感觉。不解决赖以任议题。
他们就没办法下去。他们觉得赖以任现在已经在拖累大家。我们不要想6月7号你就说连署失败，那接下来赖以任要干嘛？如果他还留在国民党，他要去帮徐巧芯助选呢，还得了啊？傅昆萁啊，对，还得了啊？不过。就我了解，傅昆萁那边有放一些消息说，就是不太需要这个人。对，当然，我想大家圈内应该都有接到这个消息，就是傅也不需要这个人啊。好，所以最好的处理方法是怎么样呢？就是赖以任有一个归宿，一脚把他踹过去最好。那我们在先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我们再来看另外一边，就是民众党这一边，赖以任凭什么跟国民党校正？就是因为现在是一个召集人的身份。可赖以任有政治实力吗？他有资源吗？说穿是没有的。他在站到上个礼拜的时候，他应该发现，当朱立伦被大家骂那么惨，朱立伦一躲起来的时候，赖以任应该知道说，朱立伦躲起来嘛，可能就会有些案件会射向他了。好，就在这一个礼拜里面，你可以发现赖以任跟民众党的互动突然拉高了。不只是跟黄国昌的那一个造势活动，那个活动是没有国民党的，虽然说黄国昌只来3分钟，但是他是全民众党的活动。赖以任作为一个地方重要的政治人物，我可以跟国民党合作，我也可以跟民众党合作。那个活动传达的讯息是这个样子。那主秀是黄国昌，我赖以任跟黄国昌平起平坐，两个人呢彼此互相结合。好，再来就是抛出的那一张表，要注意热血草的那一栏是放在哪里？赖以任的总部、分部、热血草，这是一区。然后旁边还是什么国民党中央党部啦、台北市党部啦、国民党委员啦、侯汉廷，然后最后面还有一个民众党中央党部还未交，所以也因为呢最后面民众党中央党部还没有交嘛，所以他们呢才会网络上才会嘲讽说啊，黄国昌现在是全村最后的希望啊，唯一的希望就靠黄国昌，看能不能补那5000份进来。好，可是黄国昌真的需要补5000份吗？他不需要。有些人说黄国昌现在最后一个阶段进来，在那边敲锣打鼓进来。在那边办联署绝对都是来不及的，没有任何意义了。那为什么他这个时候要进来？与其说是什么割稻尾啦，或是剪骨啦，哈，重点就是在于说，黄国昌现在进来，他完全可以规避我前面开始联署失败的责任。如果我很早进来，天天那边摆摊，那最后不够啊，我也在那边有一拖嘛。但我最后面进来啊，爱莫能助，就差临门一脚，大家都因为被赖进，所有人都被抓嘛，大家恐怖，这个绿色恐怖让大家害怕嘛。所有理由大家都想得出来，那重点就是看第一，赖以任这一个人，黄国昌接下来会不会要，会不会带走？因为赖以任的知名度已经起来了，他在国民党已经没有容身的空间了。那黄国昌会不会去跟他合作？要注意，赖以任的户籍原来不是在士林北投，他在别的地方，会不会被调去他原来的选区去选？以这种高知名度的加入民众党，我们先不问，就是蓝营的支持者到底能不能接受他，至少白营的10%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啦。然后觉得他说我有热血草啊，热血草我把它拉到算成我们自己总部的份数，所以赖任这些动作都是在跟黄国昌有一个彼此交换、互换，开始说我有我的声量，我给你，然后我让黄国昌去把这个抓来。所以如果6月7号之后，国民党真的对赖以任，比如有一些绝情的动作，黄国昌就把哎呀温暖，我给你温暖，不要紧啊，国民党不要你了，我就把你拉过来，会不会有这种情形？当然现在都是在埋这相关的伏笔啦，但重点在于说，黄国昌现在有牌了，因为你会想说，霸双如果没有，那你接下来白营要玩什么？你没有在场，你要去帮国民党那些委员吗？好，那如果要帮的话，就需要一个介入点。我想赖以任就会是一个不错的介入。OK， 可是现在来琪姐，就是刚才杨明讲的，国民党面临到危机，因为媒体上面会在做分析嘛，因为现在31席里面有19席的蓝委，2阶送的那个件数是破130安全门槛。所以看来3阶是一定打，而且在为什么是130？我们在节目上那个13有解释过嘛？因为如果一个拉一个就是26%，就过25的意思。所以对国民党来讲，好，这些到底该怎么样？蓝营这是媒体上报道，所以蓝营自己评估有3+5席。那这你大概名单大概都看过，这3+5席里面，尤其像叶元之、黄建斌，然后涂全吉是非常可能，然后危险度不低的。徐小新、王宏威，然后牛许婷，然后郑正乾，然后罗廷伟，这是国民党评估。霸团评估，包括王宏威、徐小新、岳元之、黄建斌，然后涂全吉、丁学忠，这是6+2，廖先强，然后罗廷伟不无机会。所以面对这些，我们每次看民调，那个要
支持反罢的那个投票的意愿度都不高，所以大家说到最后，蓝营怎么去吹这些支持度？可是杨明刚讲，如果前面以罢制罢这一波搞成这个样子，连带要去吹自己的支持者都会觉得，那我干嘛要去前面弄成这个样？那对你们来说反而是更大的一个危机啊！对，国民党31位二阶被送件的立委，现在马文君、游浩大概也补齐了，对，所以这这个31个过二阶的要进入3阶投票的，我觉得是很可能的，就是31个都要被3阶投票。那国民党就要制定一个大战略哦，除了这些个别立委他自己打陆军，现在大家都在打陆军嘛哈，因为你就是要面对面去告诉人家说我很好，把我留在立法院。那党部要制定一个空军的政策，你要有一个说辞，要一个论述，有一个大战略，用这个空军带动陆军，这个部分是党中央责无旁贷的。但是空军带动陆军，那还有除了你自己提出一些论述大战略之外，还有大环境的问题。我们看过去国民党有好几次大选，它的选票萎缩，它本来盘很大，可是投却很少。第一个就是朱立伦选总统嘛，因为换柱，所以投出来的票非常少。朱立伦拿了300多票，大家不出来投票，或者出来投给宋楚瑜一票，这个就是你的大环境，大家不想投票，或者是他反感，他反而去投对方一票。另外，我们再想想看，我们在这个连胜文选台北市长的时候，那个柯文哲的票超高啊，蓝军都把票投给柯文哲了。为什么？是因为当时大家对马英九不满，大家对马英九把那个年终慰问金给莫名其妙删掉了，搞那个马王斗争啊，所以浅蓝的啦、深蓝的都对马英九不满，就反弹到当时很多选举，包括你看像连胜文、吴志阳，都做得好好的啊，像吴志阳连任民调赢10几%就都落选了，那个连胜文也落选了，所以就是大环境，蓝军不想出来投票，他们在整体不满。不高兴生气了，我就算去看电影，我也不再出来投票，这是一个。还有我们再往前讲，2000年连宋分裂的时候，连战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拿了多少选票啊？史上最低的选票。大家当时第一个对李登辉不满，第二对连宋分裂不满，所以呢，票急速的萎缩。我要举这个例子，就是蓝军。他的票不是非要出来投不可，过去都有历史的痕迹，就是他们是支持蓝军的，他也没有要去投民进党一票，可能很多蓝军他一辈子都不会去投绿军一票，可是他不出来投票，他去投其他的人嘛，他去投这个柯文哲、宋楚瑜，或不投，或者不投。那这次会不会是这样？我们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党中央。除了空军要制定一个论述大战略以外，另外要把这段时间的纷纷扰扰，大家对党中央的不满，对党的不满，能够把给这个不满的情绪给弭平，怎么样动之以情，再把大家拉回来。赖以任，我觉得也不要去跟他计较了虽然我们希望他最后这几天能够表现得好一点。但我觉得也不要怪罪赖以任，毕竟你国民党的一个大失败，你让赖以任一个人去扛，我觉得也说不过去啊。为什么不是朱立伦扛，是把这个所有国民党联署不成的事情让赖以任扛？我觉得对他也不公平。所以我觉得说这一次本来7、8月大家都出去玩嘛，台币升值啊，日币也贬值啊，美金也贬值啊，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出去玩。你看这个前一阵子，不管是旅行社还是航空公司，股票都大涨嘛，因为暑假到了，大家都出去玩。7、8月，大家都安排了出国旅游那谁那么死心塌地给你放弃旅游，待在家里也不国内旅游，不国外旅游，还出来给你投一票？所以我觉得国民党怎么让你的支持者感动同情或者是说愿意跟你同心协力渡过难关，支持这些31个2阶联署3阶要投票的国民党立委一票，我觉得从立委到党中央都要好好的想一想。那金姐可不可以问一下，您这个选区，巧芯是跟你同一个选区嘛？在那选区里面，那你们以您来讲，您跟巧芯之间要怎么样能够帮他度过这个难关？因为你看每一次讲到调查里面都觉得说他是很危险的一席，因为他的仇恨值本身又不低。
那像这些的话，以你们来讲，要怎么配合，然后去帮他度过这个难关？以我个人来讲，7、8月我会办非常多的活动，用我的名义去办很多的活动，软性的、温馨的活动，然后邀请他们来参加。OK， 就说利用这种方式哈，很多人其实对政治很冷感，也很反感。你现在如果你做一个扇子上面写反罢免哈，我知道很多的这些立委做的扇子反罢免，人家不拿，我3个扇子反罢免，反罢免，他根本不拿你的扇子哈。所以我觉得说，很多的这个文宣要用软性的，也很刚的，就是说反罢免，反罢免，很多人连文宣都不拿。怎么样在这个时候把大家召唤出来？除了立委本身要帮忙，我们议员也会帮忙。那就是说，怎么样让选民说这个立委他有没有贪污？他也没有做什么奇怪怪的事情。他是一个好立委，他值得你把他留在立法院。我觉得从这个方向去努力。这个立委他有没有贪污？他也没有做什么奇怪怪的事情。他是一个好立委，他值得你把他留在立法院。我觉得从这个方向去努力。小雨直接问一下，刚才讲说党中央要有大战略，就能够有大战略，然后有空战，你能够喊得出感动人心的口号，然后地方上陆战，譬如说秦姐要配合着办一些温馨的，能够帮小人度过这些。这样整个结合，尤其党中央要喊出撼动人心或能够感动人心的一些空战说辞跟口号，想得出来吗？我觉得很难对，你看他现在就荒腔走板嘛，就是你之前还以霸制霸，是你喊出来的，结果你喊出来的，就到现在你做不到。那你连像样的这些什么领衔人啊，这些什么都没有。那所以你搞到这个样子，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信心就已经溃散一半了啦。那我觉得就是说当务之急就是干脆就是等到6月7号就赶快这个清理战场啦，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就是你全部的这个都就是归零了嘛，那你就整个背靠墙壁。那现在看要怎么样是去做那个31席的这个反罢的活动啦。那反罢活动，你说现在我认为就是说，你朱立伦现在还是不愿意承认啦，到底你有什么反罢4本柱啦，或者是说什么吹票4天王啦？你看什么4本柱4天王里面都没有猪。对，对啊，都没有猪啊。不是，媒体上前一阵子出来的版本，跟现在讲说国民党自己也有4本柱嘛。是把侯友宜摆进来，对，黄国昌不在里面是+1嘛，对，4本柱就是韩国瑜、卢秀燕，然后蒋万安再加侯友宜，然后黄国昌+1，然后前一阵子媒体上面封的4本柱里面是黄国昌在里面，对，没有侯友宜，但是都没有党中央的猪，对，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仗如果打不好，猪责无旁贷啊！你说以霸制霸，攻不下人家的，好啦，我大不了在什么中常会。跟大家道歉，战略上是不是什么？好，现在开始，我们同心一意，大家互助，我们31席一个都不能少。好，不管你怎么讲，但是这31个什么3+5啦、6+2，我都不知道这些数字。你看那些数字，对国民党人讲，这些掉下去，朱立伦不要说党主席当不当，他以后在国民党怎么立主啊？我觉得都是媒体去帮国民党画一个好大的饼，什么区域联防厉害讲说哇那个谁谁防什么？是朱元说的区域联防，就区域联防。我今天在镜头上，他就对着媒体专访，在联访的时候，他说接下来就打区域联防，台北就是蒋万安，然后台中就是卢秀燕，就是这样。对，然后还有这个新北是侯友宜嘛，对啊，桃园是张善政嘛。好，那看起来就是人都没有，那他嘞？可是那他嘞？好了，总教练接受联访不负责就是总教练的角色，就总教练的角色。打球你们去打。那如果没有守下来，就是大家的，就是你们球员这样。球员的问题。那好啦，就是好，我觉得2个点啊。第一个是外界的观感是说，为什么很多的点名什么4大天王、4大柱，就是没有点到朱立伦？那是这都是媒体点名那没有朱立伦，是不是大家认为说啊，朱立伦你来也没有救？可是你可以看出来，现在所谓联防的角色，感觉只有朱立伦一个人在做。就像我记得前几天他是帮林德福嘛，然后就是他一个人，对，就是到永和，就是都是他在扫。那看起来这些市长最近都是为了这个地方补助款在开始跟行政院
面啊，在做一些你说政治动作也好，或做一些实质的动作，看起来他们没有在真的所谓的这个区域联防。当然也有人认为啦，现在都在市政总质询，市长都脱不开身，到7、8月会期都结束了，市长都会出来了。那就罢完啊，不是7、8月就罢完了，罢完了你，然后呢，然后再出来7月才会投票啊，8月中啊，到6月中啊。所以我好了，就是说，你看，就是媒体会觉得说，朱立伦你不在联防的角色里面，是不是代表说，其实你对于这些候选人你并不是正面的，所以才没有把你放在这个所谓的柱子中间？那对朱立伦来讲，那为什么你不被堂堂的党主席？那为什么你没有在柱子里面？是不是之前你的这个31-0给人家一个不信赖感？这个我觉得是朱立伦要检讨的。那再来第二个，就是说你所谓真正的区域联防，那现在好啦，那你说你把这些都放给了这个诸侯，那是不是你已经要为了这些被罢的做准备？因为现在有人点名是说，那你到底几席算是你的这个挫败嘞？那现在已经点到蒋万安喽。蒋万安就说，如果你台北市只要掉1席，你的连任就跛脚，那甚至还那个卢秀燕也说，如果你只要掉1席，你2028就没有了。哇！我觉得就是说，把他们的这个责任突然就是整个无限上纲起来了。好了，那如果朱立伦喊这个联防角色，我觉得这个也是他厉害的一个地方。不过现在看起来，我刚刚讲为什么要请教秦姐？因为每一个立委，你看国民党，尤其我们以台北为例，就从诸侯，然后到要被罢的立委嘛。但是接下来有很多议员，如果大家像秦姐那样都愿意那样帮忙的话，那是一个立体式的。对一个联防的一个方式，那所以刚刚讲说怎么样？因为巧芯每次会被拿出来讲，就是因为他仇恨值排名永远都是排在前面。虽然他现在感觉上比较低调，但他仇恨值好像也没有消过。对，那怎么办？那像这些就用这样的方式能够帮他度过这个难关吗？先从刚刚讲的这个区域联防哈，其实讲他大概我听他们在讲，大概已经有3、4周了。从私底下来讲，就是为什么会有区域联防？其实它的大前提就是朱立伦没有用。所以才有区域联防，这是大前提啊！如果朱立伦一口气可以做全国布防，那何来区域联防？就是因为整体的大格局不行了嘛，所以才有什么就东南互保啦。讲白一点，就是你们那区守不住，你家是我这边应该守得住，我自己守，我们人不亲土亲。可是区域联防呢，有2个要点：第一啊，各自的党部要能够作为居间协调，为什么没有建员总部嘛？没有联合建员总部，所以党部一定要出来。可是党部现在面已经被抓光了嘛？你台中也被抓光，台北也被抓光，新北其实也被抓不少。这3个重中之重都折损非常严重，就是因为罢立委，所以党部这边没有了，大家才会眼光才会看到市长。市长要扮演什么角色？那是陈如其也刚才讲，会被困在总质询，到了6月中那个议会休会之后，市长才能出来。那个时候就是重点就是在于说怎么样去编组啦？就是蒋万安今天跟谁，明天跟谁，5个一个礼拜1天，我跟着他扫街。好，讲到扫街，马上就会想到底做什么有意义？我们来看2个被大家拉出来谈的。第一个是徐巧芯，过去他是冲在第一线，但在财委会起衝突的时候，他出来当和事佬。那这个大家这个讲话就是讲那个636的那个大家好好讲啊，不需要这样子怎样冲突啊。像这是最近的事，对，最近的事。对，像这样的场景是也上不了什么新闻啊。但是显然是他想要去压低个人的冲突性，就我不要再被拍到有那种什么又比中指啦，又在冲第一线吹直笛穿吹，都不要有了。我要的是这一些画面，人家不报也好。再来是另外一个，这民众拍的。赫然看到李彦秀在跟垃圾车，这里长议员的选法，李彦秀他区域的委员也在选举的时候也是可以看到，但比较值得注意是李彦秀他是一个人，他基本上没带什么助理，顶多2个在旁边举牌子，他一个人在前面背包包在那边翻。大家其实看到这种画面，重点是第一，真的能够扭转形象吗？我认为有限。讨厌你的人还是会出来，为什么？他看到这个画面的解读只有3个字。会怕不就是吗？罢免治百病。会怕看到你有任何的看板出来，会怕咯，就是罢免治百病的这个标准的解释嘛。本来所有的问题，你现在终于承认过去的说法是错的嘛？那我更加坚定，我一定要投同意票的意愿。但是我们讲区联防什么的，组织战党中央，他都是讲不同意罢免票，如何让不同意罢免票出来才是重点。
现在就是国民党人，如果你连连署用抄的，或者是摆摊都没人了，我如何相信你还有动员的能量？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嘛。现在不要讲都是你自己家对手，现在民进党他都已经放话，就是说，如果那个罢双5一结束，我重兵全部要拉去，全面开战，我就要去那个罢免区去罢免你，我们就要开始大打，因为我自己不会背后有被威胁的阵地嘛，所有阵地都清理。那国民党呢？不要讲说是市长指挥5个区域联防，你现在能够看到的是徐巧芯搭罗智强，或者今天去法院告徐巧芯搭王宏威搭罗智强，其他2个嘞，大家战术不一致啊，是不是你想切割？是不是你想独活？我觉得这种讯息让人家出去，你5个也还没有真正站在一起，我觉得后面被人家见缝插针的机会其实还是蛮大的。可是医生，如果真的这样讲的话，因为知识媒体上面报道讲说，只要那一旦确定。那绿委这个地方都没有人有这样被罢风险了，是那民党就全面开战。所以全面开战，媒体上也报道，总是有几个最指标的。你花莲那个地方，每次都被大家拿出来讲。对，可是对傅昆萁来讲，他最近你看讲说不管送车的啦、跑市场的啦，这些已经变基本功了吧？只是大家觉得说傅昆萁会做这个基本功哦，那是真的，看来心里真的有一点会紧张了吗？所以有很多的地方，你说包括现在又是毕业典礼季，全部都会大概会常常看到傅昆萁吧？对，我要讲的是说我要特别他们的秘书长林右昌那个对于花莲我还记得吗？我们花莲曾经一度危险过。格式0.3公分的错误，那一天晚上深夜12点，我接到林右昌的电话，要我把一篇的脸书贴文，因为那时候我觉得0.3公分就0.3公分啊，那也没什么关系啊，应该去采取法律行动，不应该撤掉嘛，因为1万多份不见了，大家都会紧张嘛。林右昌说：“拜托你。”这个东西我们已经要把它全部弄完，我们已经全部动员，我们民进党一定站在所有公民团体的后盾，要把这些补齐，我们要同心一致，我们要同一口径，0.3公分的错误，我们还是要承认错误。这是林右昌打电话给我的，林右昌多么关心花莲的选情啊！不要讲说林右昌、张志豪我每次去花莲都会看到张志豪，他离家1个月他这是综合的选出来的议员，选出来的议员，后来没有上嘛，他现在是组织部主任，他进驻花莲1个月。包含叶霸老师的电话，最后的催票电话，因为有1万多份不见了，他拜托叶霸老师可不可以录个音，打电话给所有花莲县民，2万多通，30秒全部听完，结果我们补齐了嘛。这个是民进党站在公民团体后盾，在危险的时候，民进党的表现嘛。更何况第3阶段，因为第3阶段你说公民团体要对抗傅昆萁，叫做不对称战争嘛。刚才秦慧珠讲得好扇子没人要拿所以我们花莲的扇子是塞信箱你不拿没关系，我塞信箱，不止塞信箱，所有停车场的摩托车全部给你塞一支。你这不对称战争至少10万只扇子，傅昆萁的反罢免的扇子，现在花莲县到处都是，这叫不对称战争它的宣传有没有效果？还是有效果那你如何罢团，如何去对抗一个傅昆萁？所以为什么中央党部说花莲是重中之重，他们一定全力帮忙嘛？但是全力帮忙之前呢，我们花莲人我们所有的公民现在的目标以前叫做人人都是志工，为什么呢？我们要联署的时候，我们要志工精神，所有人要去拉联署书。说真的，一个小热血草。我们的公民罢团有多少的热选人我们都按赞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每天都在跑联署那么联署达人一堆这些人让31个选区现在都达标嘛，而且我直接讲3Q 一定达标，为什么呢？你说现在现在马文君要补件的时候，全国的罢团就全部挤到了南投去帮忙补件所以如果严宽恒那一区要补件，你就看全国的罢团会不会挤到严宽恒，因为大家想要看3Q 的光头，就是这样的一个热情，互相协助，互相联防。我们不叫做区域联防我们是一方有难8方来援。所以这个所谓的罢团说6+2，这个绝对不是罢团，因为现在我们问哪一个罢团，哪一个不是说31席1席都不能放？
所以啊，这个所谓的霸团说6+2，这个绝对不是霸团，因为啊，现在我们问哪一个霸团，哪一个不是说31席1席都不能放，一席只要有难，我们全部来救嘛。所以公民大团在过去叫人人都是志工，现在叫做人人都是候选人啊。你扇子多，对不对？好，我们有创意来了。你扇子多，我拿到之后，我可以发挥我的创意，把你的同意把你的不同意罢免改成同意罢免。当然我们不要用图的，叫篡改人家的文宣嘛，我们自己制作哦。你看这多设计的多漂亮啊！这么可爱的这个同意罢免票的这个文宣，好，你只要拿到傅昆萁的扇子啊，是你的哦，这不叫做伪造就是伪造文书，也不是叫篡改人家的文宣哦。变成我的时候，我可不可以不爽把这个所谓的扇面把它撕掉，我印成我的扇面，变成叫做什么？草船借扇。草船借扇。感谢丞相啊，感谢丞相来赐扇啊！你越多的扇子发给每一个花莲人。花莲人就把它改成这个样子，现在在网络上已经热疯了哦，大家都在改造这个所谓的傅昆萁发的扇子，我如何变成是我同意罢免的扇子？这个叫做公民精神啊！当每一个人都是候选人的时候，人人都是候选人。你傅昆萁就是一个人，你面对的就是成千上百的这些公民，他们自动自发的站街头、扫市场、送游览车，这些傅昆萁你会做的。公民都会做，更何况你面对的叫做叶霸老师啊！今天叶霸老师讲了一句话，他说啊，我希望我的墓志铭啊，叫做不枉此生。为什么叫不枉此生？因为我参与了大罢免，我希望大罢免大成功，所以我的墓志铭要写上不枉此生。这就是叶霸的精神啊！叶霸老师今天的这1分多钟的讲话，你跑去高中学生他们讲30分钟有用吗？所有的高中学生看到叶霸老师真正的师铎奖的老师的话的时候，你觉得这些高中学生的家长会认同的是叶霸老师，还是你傅昆萁？不过现在看起来，杨明，不管你说3+5、6+2或怎么评估这些，因为只要看到那个你光从易善刚才讲的，不管他们自己要去制作扇子啦，或是叶霸老师的那个墓志铭的这些，我们在节目也讲过很多次，就是霸团的那个热情，或是民调看得出来要霸人的那个表态率。你刚才已经提醒国民党，就是怎么去把你们那个热情跟支持者的热情能够拉得回来。你有什么招可以跟国民党说吗？就是怎么把那些热情，因为那些热情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些霸团包括创意，包括所有那些，确实是源源不绝。那个热情，你一定会有一些人会被感动到。国民党一定也要做。我们已经问过800次了，怎么样能够把支持者热情？先不要讲，你刚刚讲说，如果前面那个以霸制霸，还会影响到削弱热情。现在如果要吹热情，我就想你总是要讲一些，各位，我最喜欢看战争片。最好看的地方是，尤其是居于弱势的那方，在最后决生死战以前，那个主帅一定会有一段，不管骑着马在所有的将士前面走一轮，就告诉大家讲说，今天也许会是你我最后的一天，但是也许今天过后，你这小孩会看得到明天的太阳。如果今天没有你我站在这个地方，你迟早有一天要走。你的孩子也不会有明天。我不管你讲什么，你总是会讲一遍，讲完以后，那所有的战士会觉得说，我就拼，我就冲。但我现在看不出来，国民党到底讲出了什么？到目前为止，能够感动他们支持的这些东西啊？对，这个我也很疑惑啦。对啊，你既然讲出那个问题，你总要想得出一些解方啊。这个国民党要自己想嘛。但是我觉得一个很基本的啦，比如说一个主席。你不管你跟霸团今天怎么样的一个合作分工，但是你不能最后都只在中常会出现吧，这基本的嘛。那我觉得讲一个最简单的，朱立伦主席应该来到我们的摄影棚现场，应该来。他去接受媒体访问完，我以为他会一连串的去上一堆媒体专访，结果没有他就那一个平面的联合报的专访完之后就没了，就又神隐了。那大家就会觉得疑惑嘛。比如说你来，你讲说我们接下来比如说如果要转进到反罢免的战术要怎么推，你的区域联访要怎么推，
这才是一个负责任，因为你是那个叫指挥官的角色。他讲说他是用总教练嘛，你总教练总不能连赛场都看不到你又不是被这个裁判你这个驱逐出场的，你应该要在现场指挥嘛，还是说你是幕后的指挥官？问题是幕后指挥官你就没有办法感动人啊。那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个分2个层次，一个叫做每一个选区的立委，他们在地去鼓动支持他的人出来投票，这个动能，这个在每一个选区他们有各自的做法。比如说像刚刚易善说傅昆萁这个他去发这个扇子他也会发到支持他的人对啊，所以呢一样，就是说讨厌他的可以去改那个扇面，可是喜欢他的你看我拿着傅昆萁是好凉啊，就是他就是要找到支持者，对，你要去接触好。可是呢，这个是基层的，就是说那个通常能够接触到叫做组织性能够接触到的。那党的用意，就是说你身为一个政党存在的用意，就是你要让更多也许这些组织接触不到的，也许有空战的这个帮忙或怎么样的，让这些人能够对你的这个政党有信心。而我们刚刚提到的，其实前面那一些所谓的负面，不管是以8制8的失败，或者是这种所谓违法联署，那是对你的政党没有信心。觉得你这个政党在乱搞的时候，自然而然会有很多人，尤其是中间选民啦。其实罢免本来中间选民要投票的动能就不强了，然后他们稍微对民进党没有那么满意，可是看到在野党这样，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去投那张票就像刚刚这个秦姐讲的，我都排好要去旅游了，我为什么要为了你国民党一个立委要被罢免，我要取消我的旅游行程？你要拿出让人家感动的能量。好，那所以我说朱主席，也许现在开始你就开始这个什么，一般都会什么铁马环台什么，有没有31个选区我去有没有全力辅选？这一招用过了，没关系，他这一招柯文哲，他可以用电扶车嘛，U-Bike 嘛，对不对？不行啦，不一样的嘛，都可以嘛。就是说，你可以想很多种方法，你去31个选区，我要怎么样，或者说你说区域联防，那你要去跟这些县市首长怎么样的结盟，怎么样的合作，去开会嘛，去讨论嘛，我觉得都可以啦。其实很多方法，可是真正的问题是，现在是连人都看不到。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大，就是感觉是各自为政。OK， 我稍微补充一下，其实我觉得朱立伦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觉得他没有方向，他也没有定调。其实我刚刚听到易善讲那一段话，我其实内心很感动，对不对？但大家可能完全不了解，我们那个时候花莲那时候出那个格式问题的时候，霸团跟我们反映那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我讲一句比较传承的话，卡不会球会用练体，你知道吗？那种感觉就我们拼成这样，你知道那个是山边海边公墓这样一份一份联署，到最后说格式出差错。好，在那个节骨眼其实很关键，在那个节骨眼，从主席、秘书长以下定调就是不要有不良的企图、卑劣的行为。换句话，那时候一定会有人会有一些想法嘛，说到这样子怎么办？不行。就是一份一份重新来，如果到最后真的没过也认了，但是我们就一份一份。那个时候我们是加足马力、加派人力，然后去整理，然后这个包括这个发信，然后希望回收，然后到各个点布更多的点下去。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所有第一线，甚至第一线在那边支援罢工的，支援这些罢团的这些同仁，你就说。眼泪都掉下来，因为觉得怎么会这样？因为那个也不是我们的错，因为我们要尊重罢团给我们的东西啊。当然，那个东西不就是说罢团给你什么样的格式，我们就拿着说好，那就拜托大家吧，看我们的这个议员什么民代，看怎么样协助。那个格式不是我们自己拿的，所以我们想说怎么会出这样的错误？可是到最后我们还是用这样方式回来。好，那我在想，就是说这个就是第一时间主帅的定调，党的这个定调就很清楚，绝对不可以有任何那个。奇奇怪怪的想法，就是一样，这叫我来。好，第二个，你知道刚那个杨敏他讲到一个，我觉得他讲到一个感动人民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重点。我觉得任何政党你都一定要找到让人民感动的力量。好，那国民党到现在为止，你看他的诉求是什么？好，例如说他假设我其实我都很深信国民党的陆战基层都很强。你说像。阿朱姐，我跟她认识那么久，阿朱姐的地方服务，她随随便便动员个5000、10000张不是问题。好，但是她的空战，她的党中央的主轴是什么？我看不出来，到现在都在喊什么独裁、反独裁，
这个反霸权，什么独裁者，说赖清德是独裁者，说台湾没有言论自由，说台湾什么，要赖清德下台，你要批评赖清德我都没关系。赖总统他当然很努力很认真，但是总有不足的地方，我们有加油的空间，这我都接受。但是一个至少民调到目前为止都还维持在一半声望以上的这个总统，你天天说他是独裁者，你在总统府面前骂说这是独裁专制。大家都只是觉得这是笑话，可是他们乐此不疲。我们其实都很意外，你知道吗？我都是觉得奇怪，这种自杀式的这种宣传，为什么他们国民党可以把它拥抱得这么紧，而且乐此不疲，一直宣传下去？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现在的问题到底出在哪，我也不知道。那我们的这个宣传很清楚啊，我们要罢免这个立委，一定要有充足的理由嘛。第一个，你23总预算嘛，你23总预算包括什么台电的那个钱，包括我跟大家讲。最近有很多朋友跟我讲，那个什么 COVID-19 那个 JN1 的那个疫苗这个要去哪里打？怎么样？我跟大家讲，你记不记得那时候罗一军就在立法院一直拜托说，你骂我都没关系，拜托这些宣传费用不要砍，国民党就真的把它砍掉了。你记不记得那时候罗一军就在立法院一直拜托说，你骂我都没关系，拜托这些宣传费用不要砍，国民党就真的把它砍掉了。国民党就真的把它砍掉了，砍掉。你看那些很多文宣费用，就是现在可能要在各个电视广播或者发很多的这个文宣平面到各个乡镇区公所等等，呼吁大家去这个打疫苗，这个宣传都不见了。所以现在变成什么样？就行政院长尽量发图卡，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谢谢虎哥给我这机会，呼吁大家，我们赶快，如果有机会，年长者或者是说你身体有三高等等，你尽量可以去打疫苗，减缓那个6月可能的流行。那我们目前这个疫苗各方面其实都充足，大家不要恐慌。我们只能靠这样子来宣传。可是过去像这种经费是。这个相关的卫福部疾管署，这个一声令下，立刻就通令。我们还有340万剂，把那分到哪里去？就请大家赶快去打。你看，连这样的预算都被砍，罗一军那时候拜托也被砍。所以我觉得重点不是在于什么，我坦白讲啊，蓝绿恶斗啊，蓝绿选举的时候当然会恶斗，可是你总是有支持人民的地方嘛，你从政总是要让人民感动，说你是为了这块土地，为了人民。但是我觉得国民党到现在那个诉求。反独裁，什么反独裁，然后什么赖清德下台，我认为这个东西不会感动人民，而且会激起更多人民的反感。那今天，我觉得反罢免它就是很难。比方说我们2个人去竞选，比方说我们2个去竞选，我一定说你不好，一定说我不好，然后选民就来看我们2个到底谁比较不好谁比较好，就好一点点就投你一票。可是现在你不能说这个拿这个立委。跟那些霸团去比较，没有办法，因为就你一个人的武林，你也不能去骂这个霸团，骂霸团反而会反弹到你自己。那能骂谁？那只有骂赖清德啊，骂卓荣泰还能骂谁呢？所以他当然去骂赖清德，骂卓荣泰，然后呢，对于这个很多的这个很多的政策不满意，很多的专断的做法不满意，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目前的一个状况哈。那另外就是说。我们说怎么样去感动这个选民我觉得这次反罢免有点困难，就是说反支持绿的他一定会出来投一个这个赞成罢免票，这是蓝的我们把它推出来也不容易投一个反对罢免的票，可是中间选民他可能就都不出来投票了，选举的时候中间选民会出来投票，好，这个差不多2成3成会出来投票，可是罢免的时候。这个中间选民会觉得不关我的事嘛，对不对？你蓝的当选，绿的当选，或者是说现在的被罢免，再补选一个，我再去投那个补选的好了，看看哪一个补选的比较好一点，我后面去投，我现在就不投，所以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另外就是说，这个罢免的门槛太低了嘛，你说我们的立委哪一个不是40%以上当选的？好，那就算是沙嘎都，你恐怕也是要40%，你如果是1对1。那些当选的立委都是超过50%，可是这个25%就成案了，所以他现在就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因此，怎么去感动选民？我觉得第一点，先把蓝军感动出来吧，先感动蓝军的选民。刚刚大家讲说，哎呀，看到傅崐萁要去送车啊，去这个好像很辛苦很可怜，那
你们觉得说他很辛苦很可怜，不会被感动。跟蓝军的支持者支持傅昆萁原来的支持者，看到他很辛苦，同情他，那个票就出来了嘛。选举同情票其实是力大无穷的。你一个哀兵同情票，觉得说。这个立委他就算有一点让人不讨喜，他罪不及死啊，他也没有犯法，他也没有贪污，他也没有做什么恶行恶状的事情，他没有重大的瑕疵跟缺点，你凭什么把他罢免掉呢？我觉得现在国民党这31席立委，哪一个有贪污？哪一个有操守不良？哪个有搞小三？哪个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都没有。好，就这样子，因为你们不喜欢他。然后就要把他罢免。我觉得这个部分，怎么样去说服蓝军说，我们这些立委其实很好啊，他们被莫须有的这样的污蔑、栽赃、抹黑、抹红，所以你们要出来，我觉得这个部分先做到。那至于说将来再怎么定调啊、定策略，我觉得真的要去努力，而且没有什么时间嘞。马上明天如果中选会公布说31个都过关，40天内就要投票，根本没有时间准备，所以国民党要加油了。OK。小友有没有听到？人家罪不及死，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对，然后你要在节目上把它讲成这个样子。刚刚晴姐在讲，我们都没有人附和，没有人可以，也没有人反对啊。不好意思啊，我不好意思啊，对，因为我都不，你敢背书哦？你敢背书？这31个立委没有搞小三，没有那个，你好坏你。不是啊，这种没有人可以背书的。但晴姐的意思是讲说，没有搞好，最起码因为贪污的话，那是比较明确，就是如果要有被办啊或者怎么样，他们讲说这有搞到这个样子吗？其实我觉得刚刚讲的几个点，我有听进去了。我觉得几个点很有趣的是说，我确实觉得蓝军的选民他们有在寄望第4届的补选啊。不是，那前面表示要先挂掉一堆啊。对，就是，比如说你说徐小新这个选区，我相信，比如说松信选区嘛，啊，那这个我举别的选区好了，对啊，对，每次支持费用快，支持会出钱，没有，就是说你可能就是比如说这个你罢掉了徐小新，罢掉王宏威，我的户籍不在徐小新那个选区，我先声明，我的户籍根本不在徐小新那个选区，以后不要扯到我了，记得去签。选办法规定被罢掉了，只要在台北市都可以。任何选区都可以去选。这样是他们，不是我。好啦，那就是说回过头来，就是你罢掉这些人，你也许有更好的选择，也许给大家再看更好选择。因为过去这1年或这2年，这些立委都被人家检视过。那为什么会罢？我觉得这个理由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你从乱删总预算啦，比中指什么个人操守，这个我们都讨论过很多次，就不再赘述了。那也许补选可以再换一个新的契机啊。那对蓝的选民来讲，也许没有徐小新，没有王宏威，但是上来的也许是别人。那这个也是可期待可能性嘛，哈。那再来就是说，你说我突然想到一个想法啦，就是也许你就这些蓝的选民不用感动，不用感动，好，仇恨值是可以的。譬如说像公务车这几天为什么越闹越大？从监察院秘书长那个李建英那件事情一路到现在是每个人都在查大家的公务车是吧？对，因为坦白讲了，我就说公务车这件事情，如果好在不是明天这个可能就要罢免投票，不然公务车可能会煽动一些更最新的公务车现在出现的是什么状况？一个是徐小新的嘛，对，你说监委的部分啦，监委跟立委，因为现在就已经扯到立委了。今天连考试院都秘书长都昏倒了，对啊。好来，你把最新的状况跟大家汇整一下。立法院今天最新的状况是这个四叉猫去讲到这个徐小新的公务车的部分，就说你一天到晚在讲别人啊，讲什么田秋瑾什么的，那你自己也被抓到。那话说啦，就四叉猫说他有热心的民众拍到，就是说5月9号的时候呢，徐小新就是搭着公务车去参加反罢免的活动那你怎么可以用公务车呢？连车号都有了哈。那徐小新这边是讲说呢他说他不是去参加这个反罢免活动，他说他去参加一个国税局跟里长合办的报税的服务那所以你搭公务车，可是我必须讲了，这第一个部分是说，你说这个你去参加这个报税的活动，这算不算公务呢？这个也是严格来讲，这个算是选民服务嘛？选民服务算是公务吗？因为你某种程度你是帮自己打知名度啊。因为你可以看到那个画面说，大家好，我是徐小新，阿嬷我徐小新啦，你这是帮自己宣传那我不知道他后面，因为后面就没有了。你后面有没有讲说要大家要出来投不同意票哦？那如果你有这一句的话，那你是不是也趁机宣传反罢免呢？所以
也没办法严格界定说你去做选民服务，这算不算公务？这是一件事哦。那但是徐小新今天只有讲到 A， 因为我下午有跟那个四叉猫同台，四叉猫说他其实要讲的是 B， 就是说徐小新在办完这些公务的活动之后，他有随即去参加反罢免的活动。那他拍到的那个画面是他参加反罢免的宣传完之后，他坐上公务车，不知道下一个地点要去哪里。但是徐小新今天开记者会，只有跟大家讲 A。就是他去报税的部分，但是四叉猫指控的是 B， 就是他这个参加反罢免的部分。那所以这个我来补充一下，因为立法院跟这个监察院或其他行政机关的公务车使用规定不太一样，立法院非常宽松。因为杨明有做过公务车的专题报道，对。其实立法院是这样啦，包括来上节目的很多立委都是搭公务车。以前我服务的那个媒体现在不在了，叫苹果日报，最喜欢去拍说哪个立委用公务车去上节目那个时候曾经讨论过，可是后来最后立法院的定调就是说，他除了这种公务使用委员会还有五个项目，那其中婚丧喜庆也是一项，所以他的意思说，你选民服务我也都 OK。还有一个叫做其他使用，也就是只要你今天立委爱用，我都可以给你用。可是它的顺位要最后，就是说今天有车，如果大家都有公务，很抱歉你要排到最后，你要等人家公务的用完你才能用。然后呢，而且这个其他使用，如果当天那个里程数超过100公里的部分，你要支付相关的这个油钱这些。那所以，可是它其实很宽松了。对啊，你要一天用到100公里，其实也不容易那所以呢，这个很多的立委，包括比如说有些他们去跑拖或什么，确实是搭公务车。可是今天看起来这已经到了冤冤相报何时了？这边讲这个，然后另外就把民进党委员有没有去吃火锅也丢出来。这么巧就是徐小新上午这个就是反驳完这个他的公务车使用的部分，过不了，我记得过不了1个小时，然后有一个中国时报啦，就马上丢出来，就说是1月1月10号啊，就是有10个立委就是搭了公务车，对，民进党的立委去这个一个火锅店就什么开火锅趴。那这有2件事啦，第一个就是说，其中他指控的吴思瑶因为有画面有拍到吴思瑶，吴思瑶就马上出来澄清说，那天他是坐计程车去的，他回来他是坐蔡其昌的自己的私人车走的，所以他就说他跟那天根本没有坐公务车嘛，对。那你说这为什么会这么巧？而且是1月10号1月10号，这已经是几个月、半年前的事情了。那当然了，就是说有网友就合理的推论说，这个手法好像是跟当时也是好像那时候不知道讲到徐小新什么事，然后马上隔没多久就王义川也被跟拍那个什么违规左转就被拍到，怎么都是是不是有围魏救赵？我觉得这个情景是还蛮相似的。OK， 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已经打到怎么样？医生不是吗？对，我要讲的是说，其实重点是在国民党立委指控了监委嘛，那监委我说真的，秘书长我觉得不适合秘书长就是因为政务官嘛，所以他也马上辞职。但是监委要不要辞？因为监委辞职比较麻烦，因为监委辞职你是国会同意的所以他其实代表了一定的民意这没有翁小妮说立委比监委大这件事情啦。那监委现在也要改所有的公务车的使用办法嘛，那立法院要跟着改。你在指控别人的时候，你就自己要先做好嘛。但是国民党这些立委现在问题是，他们在指控监委的时候自己都要干同样的事所以你在指控别人的时候，如果你不能同样的标准自己做得到的时候，你没有资格指控别人。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这件事情如果真的，芊姐，这件事情对大罢免会有影响吗？我觉得就是任何的事情会变成一个话题。那这个话题呢，一直讲，就加深了这些立委他的负面形象。那本来大家就不喜欢他了，那再加深他的负面形象，那是不是就把那个反对的票就是赞成罢免的票吹出来更多？本来大家就不喜欢他了，那再加深他的负面形象，那是不是就把那个反对的票就是赞成罢免的票吹出来更多？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多小事情叠加，最后变成一个大的一个状况。OK，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说监委这件事情如果烧下去的话，当然是蓝军的仇恨值会很高嘛。就是说，你赖政府提名的这些人怎么都这样子？没有，上那天是哪一个国民党的朋友在这是讲说，他是从预算去讲。
说你预算，然后接下来不是讲说都没油钱了，什么什么都没有了，对。然后你现在既然有那个车，然后竟然拿去送狗狗，然后去那什么，那他们是要去拿这个凸显预算。那天国民党那个朋友在节目里面，他们是讲的是这一块。有预算不就更糟？那你不就接的人更多，做的更多，接的人更烂了。对啊，所以我的，但是这个又鸡生蛋，蛋生鸡，又要扯到底要废监卷，这个扯太多了。可是这2天发生的一些新闻，当然有人就把它讲到，是不是阿公啊阴谋又出来这些？来，杨敏，第一个。王一川今天还甚或讲了一个，就讲说他17年以前的婚姻的事情，不是媒体报道那个样子。然后他儿子的事，他也讲成年人自己要负责。然后是沈伯洋，今天有很多的新闻跑都是沈伯洋，因为他父亲的公司是国台办直接点名惩戒这些。那有人把跟阿公阴谋又摆在一起，你会怎么看？沈伯洋的这个部分绝对跟共产党有关，而且是国台办直接点名，而且他是先透过香港的媒体去揭露嘛，然后呢再去这个，其实这个做法其实很老共啦。为什么他们用这个方法？是因为他也不想让他的国人看到啊。他觉得沈伯洋没有必要登录到他们的官媒啊，所以用一个境外的媒体，就是说香港也是他们管辖的，但是呢，用这样的媒体意思是要对海外华人，所以他是用这样的方法去做他们的这个媒体操作。那老实说啦，其实沈伯洋委员他的父亲在哪边做生意，这个在哪里都不犯法吧？那今天对岸用这个方式惩处，我觉得反而沈伯洋加分，因为他再次证明了中国大陆它是一个在这种所谓的连经商都可能会不自由的地方，就是这反而是中国大陆凸显他们的这个国家特色。好，那回到就是说刚刚讲到公务车这一块或者说像王一川委员这一块，就比较我不认为是这个什么做阿公的，对，因为王一川这个他是这个所谓他儿子的前女友，现在应该叫前女友，那有点像是这个公主的报仇那种感觉了，就是我跟你已经论及婚嫁，你还找朋友来问我的这个戒指的戒围。我说哇，看到这个新闻都想说，都已经论及婚嫁，说还要讨论怎么看房子，要买房了，然后呢，结果突然杀出一个程咬金不管我们那个细节，我们就不用太这个。可是呢，那个女生因为很多确实有些网友去质疑她的政治立场，那她就回了一个，她第一个她先把她去年，那不是她现在才发的，她去年5月她在她的 Threads 上面就发了这个青鸟那个运动立法院包围现场的影片，他说是他的立法院的朋友传给他的 ，OK， 对，他说他有发表，所以也就是说他支持青鸟运动，也就是说他的立场基本上是比较至少不是站在所谓的蓝白这个立场。好，那第二个，所以他就讲说如果你们说我是蓝白侧翼，我跑去跟一个深绿的立委的儿子交往到论及婚嫁，那我不是这个头脑坏掉？对，就是有点他自己自嘲啦。但是他现在也不针对这些议题回应。那所以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个突发状况，那个就是王一川的儿子自己要去处理的。我认同就是王一川的儿子自己要处理，那只是说火莫名其妙烧到王一川委员，那是因为他指控什么？我是觉得这个都个人的隐私这个就另外一回事。公务车的部分，我比较从一个角度去看说，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在今年1月本来就有一波就是所谓的跟监立委公务车的这种狗仔偷拍的模式。那时候许志杰委员他们去什么表决到一半，什么跑去什么跟奶公吃饭，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我认为今天公布的那一波的那个所谓的火锅趴的照片，其实就是那一波就已经给很多立委了。OK， 那很多立委其实手上都有这个照片，只是他们知道说这个东西打不痛啊，因为立委中午那种一群人搭公务车或怎么样，就是那个真的没什么，这个真的没什么。所以我比较认为说，确实是有可能是因为现在大家在炒公务车，所以不如就拿这个议题出来去做一个所谓的政治攻防。那我觉得还是回到公务车议题，应该要回归一个叫做关键是你的规范。因为立法院它的规范确实比较宽松，可是监察院，比如说像现在讨论那个什么上下班不能用，然后说我会开会迟到是因为我上下班不能用公务车。那可不可以请你不要当监委啊？这个真的没有，所以我比较认为说，确实是有可能是因为现在大家在炒公务车，所以不如就拿这个议题出来去做一个所谓的政治攻防。那我觉得还是回到公务车的议题，应该要回归一个叫做关键是你的规范。因为立法院它的规范确实比较宽松，可是监察院，比如说像现在讨论那个什么
上下班不能用，然后说我会开会迟到是因为我上下班不能用公务车。那可不可以请你不要当监委啊？就我觉得这个你一般民众的观感会很差啦，所以我觉得不用什么东西都无限上纲到老共，但是沈伯洋委员这个部分我可以确定哦，绝对跟对岸的操作有关。那除了会跟对岸操作有关，我要有一些媒体上或是说一些网络上的一些的想法是说。老共对于大罢免是不是也会很担心？真的怎么的？所以才用这样一些方式，包括沈伯洋，包括王一川，用这样一些方式，讲白一点，就把这些人，不管是你家人的一些的公司的问题，或把你抹黑掉，然后这样子借此影响大罢免，会吗？这个与其说是王一川这一块，我是觉得其实我的看法跟波基那边的看法是有点接近的啦。王一川这个可能就是比较偏向下一代的感情纠纷，然后人家也搞不清楚什么，就把知道听到的曾经可能有的一样全部抛出来。刚好现在网络上，特别是 Threads 上啊，就是如惊弓之鸟，任何东西丢出来的，可能说啊，那种阿公啊，你路边像我们过去也会在路边直播啊，现在在路边直播很多，有人明明直播好，也会讲说你是阿公，所以跑到你旁边说什么啊64天安门怎样？这个都是有点就是情绪拉起来了。OK， 的确现在的情绪是比较激荡，我要强调，两边都有情绪过激，你罢团会碰到情绪过激的人。那你这个另外一边呢，这个也可能会碰到情绪过激，但重点在于沈伯洋这个真的是蛮妙的，就是不是已经没有梗了？我必须要问这个，因为在过去蓝营长达半年的这种文宣进攻里面，我们从网络上的反应来说，沈伯洋的确是蓝营极少数能够打得动的议题，蓝白都是这个样子，他们似乎把沈伯洋当作最后的浮木。所以沈伯洋今天也有感慨嘛，已经被第3次制裁了，到底要打我打到什么时候？你看哦，真的连吃火锅的那个好像有沈伯洋吧？对，啊，就是什么都，感觉就是整个绿营的50几个人只剩一个沈伯洋，然后只有打他能够带动流量。我想，与其说是阿共的阴谋，不如真的要让我们反过来把整个问题反过来思考：蓝营为什么只有打沈伯洋打是打得动的？为什么只有打他打得动？因为他是黑熊吗？就是因为他可能是强烈反共的那一个，所以蓝营一直打他。可是如果连阿共都跳下来一起打，你要看另外一边人的想法是什么啊？就是因为沈伯洋是反共的嘛，所以阿共打他，国民党的也打他，跟着一起打的那些，是不是就更加证实他是阿共同路人？所以它会有一个反向加强的效果。国民党他会觉得说，我好像可以从这边感受到网络的热度、网络的流量会自动发动。另外一边也会觉得，没错，证实我们想法。这其实就是一个极化的操作。我觉得对大罢免来说，反而是推升的效果了。记者最后30秒，有什么要呼吁？我觉得说最后大罢免每一个人都要减少犯错，然后国民党要赶快定调比方说区域联防我觉得说当然很好，但是会不会这些市长心里会觉得说你党中央把责任丢给我？比方说我蒋万安如果我没有把这5个顾好，掉了一个，就是我蒋万安的错。那我觉得他们当然会去顾，但是你是不是这样子？万一真的台北市有一个掉了，那大家去骂蒋万安，那蒋万安又何辜啊？所以我觉得说，国民党在这个大罢免，第一个要团结，第二个呢减少犯错，第3个党中央要定策略，第4个就是说立委本身要努力，然后我们的市长我们执政的团队乃至于议员，大家要共同帮忙希望这31个都能过关，能不能够办到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朝这个31个通通能够过关的方向一起去努力吧。OK， 来波30秒。我觉得这个罢免跟选举其实是一样的没到最后，我其实谁都不敢掉以轻心了更何况这次的罢免完全不是民进党主导，公民团体走在前面，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状况要非常的小心。不过我还是觉得就是说，国民党在这次的这个罢免活动过程中的诉求完全没有正当性而且最重要就是包括他在我们现在只是希望要求国会能够正常化。就算即使我们是多数，即使我们真的这次大罢免之后我们能够拿到多数，我们也绝对不会像国民党那样不让你发言，然后这个用举手表决不记名表决。我认为国会议员就是要对人民来负责。OK， 大罢免很快的到这个礼拜6，大家又可以确定几区。那对蓝绿之间未来的战略大概也会越来越清晰。那国内政坛包括结构，那在未来会有什么改变吗？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